家来到拜托 ATM。大家好，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我是乡里 Sandra。在未来银行里面，金库现金很多，各位用智慧来提款。没错，今天的文理学霸精英对决，我们有文科学霸、理科学霸。那太好了，好好来介绍一下。首先介绍的来宾1号是杨靖宇，你好，大家好，靖宇哥好，大家好，乡里好。是杨靖宇是台大兽医学系，现在是最流行的对宠物医院，对不对？因为大家都不生小孩了，养宠物。对，他现在宠物有化疗的，还住院的哈。哦，宠物有化疗。是，对，也当过台北市市议员。对呀。啊，靖宇哥很斜杠。这是我们台北市有史以来第一个兽医师动物保护的专业的议所以员。当时就是专所以门推你专攻的动。法案是什么？流浪狗、流浪猫吗？还是什么？包含现在前几刚成立的、刚动土的动物之家，都是在一手在督促的做。哦，动物之家好很重要哎。欢迎你来，欢迎你来，欢迎欢迎靖宇哥。那接下来接了谭恩硕，哇，好特别的姓哦。对他想必的名字带硕，一定是硕士吧？是硕士哎，是吗？真的哎。他是正大大学，真的哦。那如果他弟叫谭恩博的话，就一定博士啊。OK， 这样子啊。谭恩学就是学士啊。现任职业律师啊，您打的是哪一方面的专长？比较多家事案件、离婚案件，对，或者是暴力案件，对，或是夫妻的剩余财产的一些分配问题。这个是不是很麻烦啊？因为人情是有时候讲不通的，最难的就是。在国外有签那种离婚，就结婚之前会签一个婚前协议。对，台湾流行吗？台湾其实东方社会婚前协议目前签的这个趋势是慢慢有在成长，但普遍大家结婚是一件开心的事情。那我婚前就跟你要白纸黑字写清楚，可能比较心理上难以接受这样。接下来介绍是王卫木，你好。好，那好，乡里好，我是王卫木医师啊，是这个口腔重建专门医师，是理科学霸。哦，对，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大学，就是你。请问一下，因为你是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回来之后，台湾认证吗？对，但是我已经有台湾的牙医师执照，你本来就有，我本来就有，又有台湾的专科医师，这个只是算锦上添花嘛，就是增加自己的能力啊，哦，可以解决患者的问题嘛，只是花样比较多，做的事情不一样，花招比较多，对，走向一些好像不是很他没有去法兰克福，他也会做这些啊，什么贴片拔牙，什么都会啊。可是他跟你有个共同性，就老人特别喜欢他。哦，对，因为要重建很多都是老人嘛。的确呢，我的患者族群平均年龄是65岁以上。哦，因为来做假牙的，你这个什么意思？65岁？因为他65哎，我们好像讲65。对，不出来，谢谢。那这个叫人瑞吗？啊，人瑞是100岁的。我有一些照顾了很久的患者，他真的因为照顾的状况不错，他也开心的吃饭，我觉得心情好，营养吸收也好，所以就活得还不错。牙齿超重要。对，甚至我前一阵帮那个100岁人瑞的阿嬷还做了植牙手术。他外号叫人瑞的医生，那我的外号是人瑞杀手。是。这我们不一样了，因为我都是服务老人家玩游戏嘛。是。来，接下来介绍的是刘婷婷。嗨，婷婷。好，还有行长，还有乡里好。这个应该是文科的学霸吧？应该是什么的？主要是念新闻，在新加坡念，也在目前在台大实验所。请问您晒那么黑是采访？采访跑军演，哪里危险哪里去。对，一定在夏威夷附近嘛。7月份有去夏威夷跑环太平洋军演啊，我们有登上美国的。我还以为是去度假，原来是去跑新闻。我曾经看过他在军舰上面啊。有，我们登上了美国的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2次。哇，好羡慕你去航空母舰，那这是我们很多男人的梦想，对不对？对。来，谢谢刘婷婷。接下来是谢梦琪，你好。是，梦琪你好，你好。你这是干什么？你想干什么？是。不是学霸吗？哦，对，我好像先学霸的部分。这你写的书是吗？怎么突然拿丝袜出来？专辑。对。丝袜。您是台大医工所啊？我知道了，在生技公司上过班。对，这是他生技公司的产品哦，对吧？胶囊吗？不是，这个是我发行了我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专辑？对，这个给行长的，然后这个有乡里的哎呦，那有几首歌？里面有7首歌都是我的都自己写的，大家也支持他，反出。支持。接下来介绍2位专家，首先介绍的是我们超人气新闻主播黄盛凯主播，你好。主播好。社会科补教名师不是名医，陈启博老师。老师好。进行第1回合存款争夺赛。
我们向你请讲规则。好，这回合呢，银行金库准备了6万元，怎么累积存款？抢答之后轮流作答，每答对一个答案是3000元。那6万要抢完为止，或是2题题目轮完为止。是这一题是由我们黄胜凯主播来举签或插。Sandra，请出题。软实力呢，是指与人互动的能力。根据美国快速企业杂志的调查，当前企业员工最需要具备的10大软实力有哪些呢？请抢答。婷婷，沟通能力，沟通能力对或错？答对。来，请加3000。梦琪，好，组织事情的能力，就是可能专案要进行，都要需要抓一些这些东西。组织力对或错？答对。来，请加3000。来，静怡。因为我觉得在团队里面如果说明明这个事情的决策或怎么样是不对的，那我们在团队里面的话，应该要有所谓的批判跟反省的能力，这样子才能够及时的来纠正，或者是说把事情顺利的达成。对或错？答对。这个统合叫什么？批判性思维。谭恩硕，责任心。责任心。对，身为一个员工，如果在工作上发现了错误，你第一个步骤你是要负起责任嘛？负起责任才能够进步，才能对公司有贡献。答对。请加3000。王医师，觉得应该是向心力，因为既然在团队里面，就不是要以团队的走向或大家的共识为主，所以要有一个以大家的这个成就为荣的一个向心力，而不是强调个人主义的这种。答对。来，请加3000。我觉得有没有灵活性？有没有灵活性？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例如说我们去采访，可能原定的一个采访规划没有办法，我们要马上的去变通。答对。来，请加3000。随机应变很重要。应变能力，谢梦琪。我觉得那个自我成长，就是我有没有想要继续努力，然后我想要多学什么东西，这种成长的心情。这个没有。没有吗？这不重要吗？跨出舒适圈？没有。应该没有在10大里面了。对。不在10大了哈。来，静怡。我觉得要有创新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一昧的守成，我们要有创新，让我们的团队能够达到更高的目标。我觉得创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答对。创新能力，来加3000。谭恩颂，我觉得情商很重要。情商？对，因为不能把个人情绪带到工作，你才能。我以为你怎么了？没有，他讲的是 EQ。对 EQ。对 EQ 是非常重要，要冷静理性。答对。来，请加3000。我觉得另外一个是倾听的能力，就是要听别人说话，然后听懂别人要讲什么的倾听力。这个没有，这可能被放在跟沟通能力有关吧？重复能力。哎呀，婷婷。细节，我处女座，我觉得有些事情可能需要去，就是说在做一件事情上面，可能大家都会走一个 big picture 大方向，可是有时候可能还是有一个人需要去帮你对细节，对细节控一下。哎，对或错？有的。请加3000。静怡，剩最后一个。我觉得忠诚度吧。就是说你对这个公司、对这个企业、对这个团体，你一定要保持你的忠诚度。这个没有。没有。因为没有人忠诚嘛。对，没有人 care 忠诚了。谭律师，我觉得团队合作很重要。teamwork。对 ，teamwork 是非常重要的。好，团队合作，对或错？这刚刚有 double 到了。对。最后一个希望，全村的希望就你了。婷婷。那最后一个。组织力有了。最后一个都最难。想不到。差不多没有。好，请我们黄主播来解说一下最后一个是什么。好，其实剩下最后一个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碰到问题要如何去解决它。那其实软实力真的非常重要，因为像迪士尼在2年前，他把当时的执行长开除了，据说就是因为他的情商跟沟通能力太差，不是因为他的成绩不好，是因为他的软实力真的表现不太好，所以他把他开除了。好，这是第一轮的哈。是的。接下来是由陈启宏老师来举签或插了，请出题。诗与乐呢是优雅熟年的秘密武器。中国经典的诗人很多，他们也各有称号，请要说出诗人与称号。我先讲一个最有名的诗仙李白。这个不能再用了哦。好，来，请抢答。恩硕。
诗狂是贺知章。那其实李白呼应刚刚 Sandra 讲，这个李白他这个就是贺知章把他取名为天上谪仙人，因为那时候李白把他一个作品叫《蜀道难》拿去给贺知章看，那贺知章看到就觉得哇，你是天上贬谪下来的仙人。那为什么贺知章自己叫诗狂？因为他的作品为人都很狂放不羁，所以得到这个称号。我也有一个称号，是什么呢？诗境。这种称号就别说出来了吧。失敬，失敬啊，失敬，不是漏尿那个失敬。我误以为是。稍微尊重一下。OK。65岁还不到失敬的程度，好吗？来，诗狂对我走，答对了。贺知章，来加3000，厉害。我知道一个叫诗鬼，是鬼神的鬼，然后他很有趣，他名字叫李贺，叫李贺，真的吗？对，这还蛮好记的。李贺，因为他实在太浪漫了，这个诗里面的这个创意跟想象力都非常丰富，所以也觉得哇，太浪漫的跟鬼一样了吧？大概是这样想的，所以叫诗鬼。这么浪漫，为什么不叫诗浪，要叫诗鬼？我不知道，就是这样传出来的。答对了，真的有啊！是因为宋代的学者说哈，太白仙才。长吉鬼才，那这里的长吉就是李贺，所以确实就是说他具有鬼才。好，加3000，刘婷婷。有鬼就有魔。哎呦，诗魔。诗魔白居易。哎呦，诗魔白居易。对我说。答对了，真厉害，请加3000。诗魔，那因为啊，白居易作诗非常的刻苦到什么地步呢？口生疮，手长茧。那也因为他如此的刻苦，所以大家才会把他称之为诗魔。因为他曾经说自己啊，酒狂又饮诗魔发，所以大家就把它称为诗魔了。哦，原来如此。好，有鬼，有魔，有佛。诗佛是王维。答对了。请加3000。诗佛哎。对，那因为啊，王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本身也是出家的居士，所以把他称之为诗魔诗佛。诗佛啊，出家有点关系啦。对。来，静宇。谢谢大家，好了，留那个诗圣，哎呦，叫杜甫。对，这不是这么简单。李白、杜甫是最周的，我刚刚一直在冒冷汗，很怕被抢走。对，没错。因为我们讲的诗圣，为什么叫诗圣？因为他其实很体恤人民，对，所以呢，他常常跟我们的现实生活连在一起。比方说，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对，所以也就是说，他是教导人民能够向上，能够和善，与人为善，所以他称之为诗圣。诗圣，答对了。请加3000。其实我们一般会称诗圣杜甫，是说他跟诗仙李白有完全不同的风格展现。但是刚才来宾所讲的这个就是反映现实生活，我们会给他另外一个称号叫诗史，就是好像用作诗来写历史一般。诗史记载一些事情，对不对？来，恩硕。诗节王勃，因为杰出的杰吗？对，因为在初唐有所谓的4杰，这个王勃、杨炯、卢照邻跟骆宾王，那4杰之首，你把4个都讲完了，别人还要不要回答？但别的称号他不能再讲。对，先不说。4杰之首就是王勃，所以他有诗节这个别称。对我说，答对了，很厉害他能记到是4个人呢哦，请加3000。黄医师。诗这一块我真的是很硬，我现在脑中想到只有诗源咸酥鸡，很好吃，这是好笑的啦。但诗我真的我只记得有一个叫诗球，但是名字我真的记不太起来。囚禁的囚，囚犯的囚，因为他就是写诗写到非常的投入，就把自己都是闭门起来这样子。但真的要一时想出来的名字，现在又想不起来了。那这个可能请老师指点一下。那这个就一定错，有没有讲名字，对不对？那我们不用解说，说不定有人知道诗球是谁。对，来，又打叉吧。婷婷，诗球是谁？
我不知道，可是我可以讲一个我知道啊，你这样子苏东坡苏轼诗神。答对了。是的，请加3000。好，那个诗球应该是孟郊，就游子吟的那个。哦，被你捡起来，捡起来。真的捡得起来也是厉害哎。诗球孟郊对我走。答对了。好，请解说一下。那其实啊，就是孟郊在作诗呢，他非常的喜欢用一些冷僻字，就好像绑手绑脚，像用脚铐那个手铐一样，所以元好问把它称之为诗球。哦，是这样子。来加3000。厉害还哦。有3 个答案哦。来，继续。靖宇。我讲的诗豪，豪气的豪，诗豪，是豪门的豪，是就刘禹锡。他刘禹锡基本上最有名的一个就叫陋室铭。哦我们常在讲，OK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对，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他世事陋室，因为他自己的仕途并不是非常的顺坦，所以呢，他把他的豪气就放诸于山水啊，所以律己这样子。答对了。请加3000。谭律师。诗奴隶的奴，诗奴还有这种人。对，诗奴是贾岛。那他跟刚刚这个诗球孟郊他们因为都是写这种比较苦寒派的一些，就是这种民间疾苦啊，这种比较苦寒啊苦吟派，那所以有所谓的骄寒岛寿。那诗奴是贾岛，诗球是孟郊。律师，你是法律系还是中文系？我对中文比较没，中文也要强。太厉害了！因为他写给法官那些诉讼那些文言文也要写好。是文言文哦。居多啦，虽然现在有比较白话了。对，所以法官很讨厌我们不请律师的嘛，因为你看郭东你写的跟他可能不一样。对。他写好给他，法官一看，哎，对，就照抄吧。好，照抄一下。对，就这样。答对了。请加3000。来，请法官补充一下，法官。对，那因为啊，这个贾岛他在写这个诗的时候，会特别的，就好像自虐，就好像对奴仆一样，所以大家把它称之为诗奴。那他最有名的作品，我想大家应该都听过《10年磨一剑》，就是出自他。OK。哦，真是啊，知道了。嫁过来，趁最后跟他听听。听，抢下来。没有了哈。没有，10年磨一剑被抢走了。那你是100年磨一剑啊？没事。平格了。梦琪，还有没有讲得出来吗？我知道李白，还有另外一个是诗侠啦，可是我不知道这个这样子。哦，你刚捡别人的哈，那看还有没有人可以捡。就是捡那个李白的，原本诗仙，他有个诗侠。答对了。哇塞，他一人2个。厉害。好厉害。最后请老师有没有补充？对，那这些称号其实都是源自于他的作品或他的风格。那不过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我自己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章集叫做诗藏。那这个藏呢，其实有点反映说我们他满腹经纶的意思，但也有一个特别的典故哦，就是说他非常喜欢杜甫的诗，喜欢到什么地步，会把他的诗集烧了之后加蜂蜜来吃。这么喜欢哦？对，什么这么一天吃奇怪啊3次，对。那他的朋友看到就觉得非常的好奇啊，所以你为什么这么做？他说我把杜甫的诗吃进肠胃之中，我就可以跟他一样写出好诗。所以他的朋友听了哈哈大笑，就把他称之为诗藏。来，我们请我们乡里来宣布他们奖金。好的，这一回合靖宇12000，恩硕15000，魏木6000，婷婷15000，梦琪12000。进行下一回合，赢者全拿。赢者全拿，请讲规则。好，这一回合呢，一起作答 A、B 2个选项，答对的话累积奖金，一个人代表1000块；答错的话，此轮就淘汰。那每一轮最后留下的那位，可以把当时账户累积所有的金额灌给自己，赢者全拿。好，进行第一题，请出题。中国古代神医华佗在帮曹操医治什么疾病时，被曹操执意不忠后处死 ？A. 头痛 B. 腹痛。请作答。好，这个谭律师答案不一样，腹痛，来，请说。想到的应该就是古代的这个卫生条件可能没有现代好，那会不会比较有腹痛的状况发生？这样比较
我猜是 B。哦，丁丁，我记得有一个故事，是因为当时华佗的医术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在那个时代，他想要帮曹操来开刀。那要开刀的话，古人会觉得说，你砍了我的头，怎么可以砍我的头？那这样是不是对开头颅？这样是不是就是要杀了曹操？所以最后反而他疑心病太重。其实他有麻醉散可以麻醉的。当时就有华佗就有麻醉散了，对，是可以麻醉，说你的头痛不开刀不会好，那你开刀等于要剖开这里嘛。曹操怎么可能让他？我平常接近我都很难，你还想剖我的头？开我的头，就把他处死啊！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头痛。其实曹操呢常年头痛啊，一直医不好。那华佗来帮他医治呢，起初呢有一点疗效，所以他就说啊，那你不准走了，你要一直待在我身边。但是华佗就说，这个跟这个疾病很难根治哦，那留太久了，他自己也觉得越来越烦，他很想要回乡嘛，所以他就一直后来就用一些理由说，我老婆生病了，我必须回去陪她。那很多次都没有按照时间回到曹操的身边。那曹操觉得你是不是有恶心，你在戏弄我，甚至后来觉得说，我头一直治不好，是不是你在玩什么把戏？所以最后呢，得不到他就杀了他。好，请休息，弹手，加4000。下面一题，请出题。棉被晒过太阳后，有股好香的太阳味。请问太阳味是如何来的 ？A. 盛满死掉的尸体味 ；B. 紫外线产生臭氧味。请作答。两个不同，对，2比2喽。所以选择的是盛满死掉的味道来梦琪。因为我觉得，如果紫外线会产生这个臭氧味，那我们平常早上应该都会容易闻到啊。因为对啊，这个紫外线，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盛满的那个味道。是，那王医师，我想说的就是紫外线照到棉制品产生的味道，所以是一个棉的味道啊。它本身棉被晒太阳就会产生这个味道。对。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紫外线产生臭氧味哦。以前流传啊，晒棉被啊之后呢，还会有很好闻的太阳味。以前人都以为是尘螨散发出来尸体味，那是错的。因为呢，其实它是紫外线照布料所产生臭氧的味道。因为棉被中的氧气呢，它在紫外线照射之后呢，它的化学链会断掉，然后产生臭氧。所以我们闻到香香的味道，其实是臭氧味哦。休息一下，加2000。下面一题，请出题。毛小孩经济兴起，请问根据统计，2023年台湾的哪派饲主在毛小孩身上花的金额比较高 ？A. 犬派 B. 猫派。请作答。都是想犬派。杨医师，因为我们晓得在这个花费的比例上面，最多是吃。那吃的话，狗狗的食量比猫咪大非常多，这第一点。第二点，狗狗需要长时间的洗澡美容。那但是呢，猫咪是怕水，它不用洗。所以在整体的花费平均数上面来讲的话，是狗比较多。王医师，你觉得也是？我自己是猫派的人，但我觉得猫砂其实花费没有那么高。那猫跳台也就是一做就好了。但是可以少很多猫咪的衣服、猫咪的洗澡的那些美容的部分。对，所以我觉得开销是少很多啊。的确，因为我们家猫虽然再怎么，我是缅因猫，虽然是算大的，可是它的食量也还是有限，跟我妈的猫，跟我妈的狗比起来差很多。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猫派。其实呢，分析超过500万张发票之后，发现啊，养猫的人数其实有增加而且养猫的主人消费力也相当惊人。比起2022年来看的话呢，猫的金额意外的远远高过于狗狗。这些猫的产品有所谓的专用性，就像刚刚说的猫砂啦，别忘记它还要吃化毛膏，不然它会吐毛球。这种消耗性的商品一直都要买嘛，积少成多。那另外猫砂机或是猫砂盆，现在有那种超级机器的那种，也超级贵。另外还有像清洁类啊、玩具类啊，也占比不少。到狗狗的话呢，其实你就想，它有时候尿布还有外出衣服那些会偶尔花一下，它整体来说没有那么多给息。这是第一轮6000元的奖金没有人拿走，累积到下一轮进行第二轮。第一题，请出题。
你平常有好好刷牙吗？要注意，错误的刷牙顺序可能会影响口腔健康。请问，下列哪项才是正确的牙齿清洁顺序 ？A. 先用牙线再刷牙 ；B. 先刷牙再用牙线。请作答。哦，吃完饭吃完饭一定牙剔牙嘛，线偷偷剔完再买去刷牙，对，这么简单，对不对？我还本来叫王医师最后答，后来发现大家这么简单，都知道大家都知道了。来，王医师说，你把它解说一下吧。其实是这样子，用牙线先把缝隙里面的这个食物残渣或者是粘着的东西先清掉。那因为牙刷是刷不到缝隙里面的，所以你先把那些死角里面的地方先清掉以后，你再大范围的用牙刷去清洁，这样得到的效果跟效率是最好的。哦，好，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先用牙线再刷牙。牙医是强调，清洁牙齿的时候要先牙线，之后呢再用牙刷。如果你是先刷牙再用牙线的话，很容易你细菌容易跑进你的牙龈沟里面然后随着血液侵入脑部，甚至有失智症的风险会因此增加哦。是的，那我想请教王医师，这个是帮观众问的。对，有的人夫妻的观念会不一样。太太会觉得起来就要刷牙啦。对。那先生说，他吃完早餐再刷不是一样吗？但你起床到底要先刷牙，还是吃完早餐再刷牙？起床以后可以先亲对方一口啊，没有啊，这是幽默，你不要太煽情哦。啊，娱乐效果。那没有，其实如果你睡觉前那一次的清洁牙齿做得很彻底，其实早上起来的口气并不会太重。所以其实真正我们强调的应该是吃完东西再去刷牙，对不对？对，所以除非说你的早餐跟午餐都变 brunch 了，那你就很晚才去刷牙。难得医师来，我们提供资讯给他，免费的哦。哈，哎，接下来加5000。继续下一题，请出题。受伤当下常常不小心叫出声来，请问为什么人们感到疼痛时会发出声音 ？A. 增加肾上腺素分泌 B. 干扰痛觉传递。请作答。哦，只有婷婷一个人不一样哎。肾上腺素分泌，你不一定错了，不一定错，你说。对，我会觉得说是可能生理上面会让你有这样子的，我有想过说它是 B 的答案，可是似乎如果尖叫的有一个 shock 的动作，是不是因而会让肾上腺素更加分泌？我不确定。那个谭律师，你觉得呢？我觉得应该是干扰痛觉传递。对啊，因为虽然我是学法律的，完全是门外汉，但感觉有把声音发出来，好像就不会那么痛。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干扰痛觉的传递。像有时候我们受伤的时候，会下意识的叫出来，其实是为了帮我们增加耐痛力。因为科学家发现只要你叫出来的话，干扰传递到大脑的痛觉，也就是让我们自己分神。然后比起不叫，或是呢做出其他反应来说，你叫出声的人，他比较有持久的耐痛力、忍耐力。所以有的时候健身的时候也要叫一下。来，请让我同意休息。加4000。下面题请出题。洗澡好舒服，但洗澡也要洗对时间。一天当中最佳的洗澡时间是什么时候 ？A. 傍晚6到8点 B. 晚上8到10点。请作答。不一样答案哦。我们也会选8到10，因为我们的习惯都一定是8到10。对，因为我们回去可能更晚嘞。对啊，对，更晚。那王医师选6到8，你有那么准时洗澡吗？没有，当然没有办法，因为工作的关系。但我记得以前看过那个中医的论述里面，当然我不确定我对不对啊，就是讲那个节食气的时候，那个时候沐浴净身是最符合身体的运作的。哎呦，是因为这样的关系。那我们兽医来讲一下。我觉得为什么会8到10，是因为我们通常吃完晚餐7点多。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血液都在胃肠，不适合洗，所以你在洗澡的时候，它的血液可能会分散到其他地方，对于消化是一个不太好。小时候我们常常吃饱不能去洗澡，会胃下垂，是有这样说法，对不对？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傍晚6到8点。最佳洗澡时间呢，跟血压的升降关系密切哦。血压一天之中会有规律的变化，通常晚上8点之后，血压会开始慢慢下降。所以呢，傍晚6点到8点之间，血压活动的比较小，所以你洗澡的时候比较不会有什么一种温度的变化，造成你的血管剧烈的收缩或是扩张。哦，原来如此。来，2位请休息一下。来，加2000有17000，要看谁抢到啊？下面一题请出题。上太空竟然不能吃这个，请问下列哪项食物曾被 NASA 列为太空禁止食物，因为可能会造成太空舱爆炸 ？A. 豆类 B. 鸡蛋。请作答。好，有不一样答案，也就是有分输赢啦。是，来，你选择鸡蛋是先来，梦琪。对，因为鸡蛋它就是有磷酸什么东西的，我在想，就是它有蛋的某一个什么成分，所以因为2个都蛋白质，所以我就拿好像鸡蛋发臭什么，好像会引起一些什么它会产生一些化合物。来，王医师，我印象中豆类在保存的时候，容易产生气体。所以如果在里面有气体的，就是你的收藏的那个食物里面有气体的话，容易产生爆炸。如果压力蛮差的时候，正确答案是 A 豆类。其实太空人呢要避免吃一些高胀气的食物，因为他可能会想要放屁或是打嗝，那这样会产生易燃气体，可能会爆炸嘛。所以像豆类啦、花椰菜、高丽菜这种会让你觉得哇累积气体，下一秒就放屁的，会造成危险。所以在太空中引爆太空舱，对，怎么可能？对，那我们这个我绝对不能当太空人啊！尽量不要放大屁，不要打大嗝。哦，微微的是可以，微量的小屁不可以，但是不就不行。原来屁是这么厉害的吗？来，请加18000块。在第2轮呢，也分出胜负，18000加到王医师的6000的账户，追上来了，3位请回来，还有机会哦！大家还有机会进行第3轮，也就是最后一轮，请出题。2024巴黎奥运，台湾健儿努力为国争光，请问根据研究调查，得到哪个奖牌的快乐指数比较高 ？A. 铜牌 B. 银牌。请作答。大家就选铜牌。铜牌就是说，他的逻辑是已经濒临4强赛又输掉，对，他结果在绝望当中又得到铜牌，他表示是胜利。当你要争金夺银的时候，你虽然稳坐银牌去抢金，可是你还是输掉了比赛，金牌是别人，银牌的落幕是比较大的。哇，你完全就是这个心情，就是这个心情哎！我怎么不了解？我访问过几千万人，我怎么不知道？对，所以大家访问过几千万人，就是台湾全台湾差不多访问完了。OK， 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铜牌。行长刚刚完全讲对了。当然最快乐绝对是金牌啦，但是因为常常是金银争夺嘛，然后铜牌3、4名，所以在那一个比赛中赢的就是铜牌，另外一个没牌，他当然很快乐。那金银的话，银牌还是输家。对。下面题请出题。半夜听到催高雷好烦躁，你知道什么样的狗狗催高雷的几率比较高吗 ？A. 血统纯正 B. 无人类圈养。请作答。好，你在想一个垂高的哦，就像你刚刚半夜。那我看你是血统纯正还是没有人养？我没人养吗？好好，还要选没人养了。哎，兽医，你来讲。通常是没有人类圈养的毛孩子，它都是非常低调。它都是会躲在暗处，然后呢，除非是有人来攻击或者惊扰它，才会做出反应。那一般来讲，纯种犬的话，比方说哈士奇、西伯利亚这种，还有米格鲁，心情不好就来哀一声。所以今天来的都蛮搞笑的。血统纯正比较难。那个律师，
他傻眼，无人见养，没人养吗？感觉比较常听到野狗在吹高垒啊，所以感觉是无人类圈养。但刚刚听兽医这样讲，我已经准备好好坐过去。对，还有呢，7月份会啊，因为他看到了，我们看不到。对，那好像传说吧？对，吹高垒嘛。快笑死！我那个人哦！好了，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血统纯正。匈牙利有个研究呢，发现会吹狗锣、吹高雷啊，是代表他们要互相沟通、传达情绪，这是最古老的手段哦。所以你血统越纯正，你品种越古老，或者你年纪比较大的雄性犬，出现嚎叫的几率呢比较高，属于动物的本能反应，所以不是因为看到鬼哦。所以你看那个狼与之间狼怎么传达讯息？对，狼王说要攻击的时候，他一定有他的一个也会叫一下。对了，沟通。兄弟啊！你整集都这样子给我叫到完，好累哦。来加3000啊！下面题请出题。太阳饼里没有太阳，苹果面包中没有苹果，请问当时是以苹果什么样的特性来命名面包 ？A. 稀有可贵 B. 营养丰富。请作答。哟，稀有可贵哦，是吗？婷婷？因为我觉得，苹果像是以前都会令狗，或是美国才有来的一个外来的水果，所以可能为了让它有点比较高级的名字，或者是说服可能小朋友，可能大人小孩都喜欢的面包。正确答案是 A 稀有可贵。其实呢，苹果面包的原始制作灵感来自于国军的军用口粮，然后是小麦胚芽跟鸡蛋的面团发酵制作，其实根本里面没有苹果。那为什么会用苹果命名呢？就是因为苹果当时非常的稀有，有钱人才吃得起，再加上当时的苹果西打这个广告非常有名，所以因此命名。11000，下面一题请出题。一代药王孙思邈虽然医术高明，但他深信什么事情比吃仙丹更能有效延长寿命 ？A. 德性 B. 智慧。请作答。大家都写德性，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德性。孙思邈呢感叹呐，世风日下，世俗的人啊追求名利，然后又巧夺豪举，贪得无厌，然后最后因为你很放纵，你就会早死，所以主张啊养性必须看淡名利，视名利如浮云呐。那他曾经说，百行周备啊，虽觉耀耳，足以暇年。德性不足呢，纵服寓意金丹，未能延寿。意思就是说，你德性好啊，虽然你没有吃什么补品啦，补身体，你会长寿，你也可以长寿。那你如果德性不好的话，就算你吃什么仙丹啊、妙药啊，你还是不会活很久的。哎呦，他们一定会超过王医师哎，会哦，对哦，但是答错呢？哦，如果全错的话，3个人全错，这个奖金就没入国库。我们要选不一样的。来，请出题。北极熊是北极的顶级捕食者之一，请问北极熊的皮肤是什么颜色呢 ？A. 浅粉红色 B. 黑色。请作答。哦，婷婷，你还会选浅粉红色？因为我觉得在北极的那个环境，可能为了要保护北极熊，它当然毛是白色的。那如果它例如说可能掉毛，如果是黑色，会不会对它比较危险？兽医，因为黑色其实是一个具有保温的作用，然后它对于外界的这种紫外线或者怎么样，它有抵抗，像我这么黑嘛，它会有一些天然的保护作用。是，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黑色，其实北极熊的皮肤呢，其实是黑色的哦。那它们的毛发是透明的，在阳光跟冰层的照射下，所以看起来才是白色的。那这样可以让它们有个保护色，可以在冰层上面悄悄的跟踪，而且突袭猎物。那毛发呢是保暖的关键哦。如果它们毛发脏的话，或是它下水之后沾有盐分的话，其实就会失去保暖的作用。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北极熊一天到晚都在整理自己的毛发？那母熊呢，还会帮小熊整理它的毛发哦。那或是成熊呢，会这样全身抖动在雪地上打滚啊，或是找淡水的水源来清洗自己，因为毛发的清洁对它们的保暖是非常重要的。并不是他懂得要清洁，是因为这样对他是最舒服，并不是想交男女朋友。对的，来婷婷请休息，加2000。接下来你们如果连续2个都答对3题，奖金就均分了啊！来，下面一题请出题。宝宝体重跟出生月份有关，请问根据美国医学报告，几月出生的宝宝平均体重比较轻 ？A. 5月 B. 11月。请作答。好，哇，这样就一定超过王医师了。所以你们谁赢就是今天的赢。啊，5月来选择 A 的5月，请说。因为我觉得夏天的时候，我们人的体重应该冬天会比较重，夏天比较轻，所以相对在宝宝的时候，感觉是这个逻辑。哦，宝宝也会。冬天要保暖嘛，你脂肪累积就会比较多。好，继续。我的理由是因为我们晓得怀胎280天嘛，所以他在受胎的时候是在冬天的大概1、2月，可是呢，到她怀孕正在增重的期间的时候，却是5月到11月，这非常热。那非常热的情况之下，她的代谢速率还有她的食欲都变差，所以因此她的体重应该是会下降。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5月。根据美国医学资料显示，5月出生的婴儿呢，通常呢比较小只啊，原因呢头围也比较小哦。那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经过夏天，所以他得到的维生素 D 比较少。请加1000，17000块，请到谢梦琪的账户。哇，其他请回来。完全是反刍啊！谢谢大家。来宣布他们奖金啊！好，金宇哥12000，恩硕15000，王医师24000，婷婷15000，梦琪29000。29000，恭喜梦琪成为今天的冠军，进入最终决战。Battle ATM。哎，恭喜我们的冠军得主谢梦琪29000，谢谢行长，请插卡。好，金库请打开，里面现金有29000啊，但是我们先通过2道密码。第一道密码呢，分别是总笔画35画的狐狸与河哦，对，或是总笔画39画的北极熊跟企鹅说拜拜。狐狸与河，哎，这个是应该没什么好事啊，就一丘之貉啊，一丘之貉，但35画，一丘之貉也，对啊，一丘之貉应该不够，应该不是，北极熊别起，或是那种狼狈为奸啊，狼狈为奸可能是，或者是那种沆瀣一气啊，沆瀣一气，狐群狗党，狐群狗党有可能哎，沆瀣一气这种，反正没有好的啦。北极熊别企鹅，因为北极有熊。没有企鹅嘛？对，一个在北极，一个在南极，这个是天南地北。天南地北没那么简单吧？应该不会39画。对，哪一个比较简单？北或，我觉得好像狐狸与河好像比较南辕北辙。对，我选笔画少的好了。35画的，所以你请锁定他的题目。丘之貉。好，来看没选的北极熊别企鹅是什么样的成语呢？哪4个字？请公布答案。动如参商啊，参商，对，那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就是参跟商好像是2个南北地的商人，所以他们不会有一个交错到的时刻。
还是商人还是星星？新的名新秀嘛，对对对，新秀的名称嘛。对，一南一北。我们现在来公布题目呢，题目一公开呢，就是1分钟写答案哦。好，记得先清楚写字再写笔画，密码也要对哦。好，来，请出题。狼狈为奸，计时开始。哇，这给我们送钱了，除非他笔画算错了。对。喂。哇，太简单。尖。字还蛮漂亮的。顶用几秒？23秒。你看这个钱一定拿走的，就算说他还有38秒，37秒可以来好好研究。密码10100906。请问对或错？哎，恭喜！谢谢行长，谢谢奖励。看样子我们今天2题都躲不过啊！谢谢。都身伤他也知道啊。来，2万9的奖金。哎，那有没有解释一下狼狈为奸？就是他们2个狼跟狈都是2种动物嘛，他们就是有点在那边就是互相想要我想要做坏 carry 你，事这样。你 carry 我这样。对，那狈是属于脚比较短的，脚比较短一种小可爱。常常狼是透过它的身上去飞越到羊群去，就没有它的协助，它也到不了那个。给它踩背啦。所以呢，共同分食，这就是大自然嘛。是，他们共同捕食猎杀，所以叫狼狈为奸啊！来，恭喜你，请到现场。厉害哦！呀，恭喜梦琪啊！果然今天来的都很有学问，字又写得漂亮，对不对？还能解释的相当的得意啊！有29000块，对不对？是啊，比卖唱片好赚嘛？真的赚很多。反刍，智慧反刍回来。也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谢谢大家。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 把智慧变现，谢谢，再见，拜拜，谢谢我来宾。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拜托 ATM， 谁敢来 battle？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等你来 battle。